我们常看到有很多修行念佛的朋友啊，总觉得光靠念佛不太保险，还要多做善事，多读经文这个往生才有双重保障后来读到观经上的净业三福更是让人困惑不是我在这个 YouTube 上面明明看到那个老 K 跟我说念佛就够了怎么现在又跳出那什么净业三福光靠念佛还不够还得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所以我现在到底专修念佛有没有问题呢？你们知道吗？修净土法门碰到最大的问题其实就是这个起疑心的问题。法门太容易了往往会让人家怀疑到底是真的还假的。你们看那种修行方式比较复杂的，对自己要求很高的法门就没有这么多人怀疑嘛。因为做到的人不多嘛，中途放弃的人比比皆是念佛虽然简单容易但却也让大家更容易起疑心总是在怀疑我到底只念佛够不够嘛？天天称名就够了吗？这个老 K 到底有没有在骗我？不然下次看影片的时候在下面留言问问他，考考他是根据哪个法说的到底有没有根据嘛？今天老 K 这支影片就是要带大家来解除心中的疑惑。如果你是对于本愿称名、专修念佛还有疑惑的人，甚至你是一个正在观望的朋友，请务必不要错过今天的影片。手里握着冠军的机会，田中优一发球，他必须顶着压力开始了。回合很快，他压在中路 ，Kent 顶了回来。你们老 K，有2集没露脸了，因为我的左眼肿起来。肿了3天左右去看的医生说是细菌感染。我现在这个左眼逐渐消肿但是还是有一点肿请大家看影片的时候忍耐一下希望不要吓到小孩我把这个字幕打在旁边好了老 K 因为细菌感染左眼肿起来免得孩子一直在问我前几天呢在法兰上人全集中读到2段有意思的问答，想说先带大家来看看这2段。首先第一段是当年有天台宗的修行人去问法兰上人，这个念佛为何能超越天台宗等圣道门的万行呢？老 K 在这边就大概模仿一下这一段对话圆空圆空就是法兰上人你以前可是比瑞山智慧第一的存在你当年对天台宗的教理甚至超过师父们。但是为什么你现在觉得这个十恶忤逆的凡夫仅凭10念1念之口称念佛就能证得往生报土还可以证得无生法忍之位在这边简单解释一下，所谓无生法忍是佛法中极高的果位。简单来说就是证悟一切法本不生灭的真实境界。达到这一份位阶的行者内心能够安忍于这一份不动摇的实相真理中，从此不再随业力轮回生死。但是你如果是依照传统的圣道门修行，通常你要修行到菩萨阶位8地或是8地以上你才能证得。但是这个过程动辄经历10几万或是无数大劫。换句话说当年天台僧人的提问翻译成白话就是圆空你说我就是不懂光凭念这几句佛你本来杀父杀母杀师父破和合身出佛身血谤法谤佛的这一些重罪既然就可以证到8地果位你要知道我们这个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也不过才8地8地就是不动地所以换句话说你现在说这个念佛往生就可以证到8地果位，你要我怎么相信你们看看不要说你们有些人不信连当代有一些得道高僧都不信这个时候法兰上人提出了3个观点，听了这3个观点天台僧人才心服口服。第一首先你要知道这6字名号是万恨总摄的结晶你可能会觉得念个佛而已这样到极乐世界就证到8地果位这简直比扯铃还扯但是你要知道阿弥陀佛当年在修行的时候，他在因地发的愿，说要代替十方一切众生在永劫之间修的6度万恨，以及诸波罗蜜的一切功德但是你可能会有疑惑
我们平常说啊，你载我一程是可以啊，借个钱让我挡挡，这个也没错啊。但是你说修功德这档事，怎么代替别人修呢？老 K 开个玩笑啊，这就有点像我现在忙不过来，请同事啊帮我去上个厕所、吃个便当的概念嘛。怎么看怎么别扭啊，对吧？但其实啊，重点就在这里啊。阿弥陀佛当年在因地发的愿啊，恰恰不是自己修完就了事。这里的关键呢，是他在修行之前就已经明说了，我这些修行啊，都不是为了成就自己而修的而是为别人修的，并且还不是随便修就算了的，而是非常在意结果甚至还发过誓说我这些功德如果不能让一切众生收得到那我就成不了佛于是我们都知道经过五劫思维兆载永劫积值得本以后，阿弥陀佛怎么将自己修的功德分享给一切众生呢？他想到了一个前卫的办法，把这些功德放在网络上免费让大家下载。原理很简单嘛，就是他把他修过的六度万恨诸波罗蜜全部压缩在这一句六字名号中。因此这六字名号无有遗漏的包含了这个万行万善诸佛的功德也就是说无论你的业障多重你只要上网去下载它这个功德，只要用这个六字洪名下载它的功德就完事不用再花你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期间，不用这样进进退退去山途哭爹喊娘的修行有没有看到这比 GPT 还方便你用这个 AI 写代码，你还要去检查这个代码有没有写错，那有时候还会生气嘛，对电脑大骂，还摔键盘嘛。阿弥陀佛这招全部都不用了嘛，你直接上网下载来用就好好，我们再回到法然上人说的第二点，第二，念佛是超越万行、急速往生的他力本愿。法然上人在这边提出了他力本愿的概念。来解说这个名号为什么能够超越其他的修行方式原理就是阿弥陀佛他希望所有的众生不要再去靠自力去修好几个劫，而是依靠佛的本愿力，这使得凡夫在刹那之间就可以往生报土先来这里大家先证得无生法忍先不退位再说老 K 在这边为了建立大家的信心带大家来脑补一下法藏比丘发愿修行时，那时候他生生世世修行发愿要建立佛国净土。当年这个世自在王如来带他去观光游历这210亿诸佛刹土以后他就开始修行了即便像法藏比丘这样智慧如海的人，他当年就已经知道各个佛刹国土几乎都有三恶道，所以众生修行都是进进退退的。然后他自己去验证也就是亲自修行以后，最后总结出来的也是这个修行会退步的问题他去找这个根本的原因就是诸佛刹土都有三恶道的存在，但是他不可能把十方世界所有的三恶道都消灭掉所以他才建立一个国度既没有三途，又可以容纳很多修行人的国度。然后把自己累劫修行的功德用最简单的方式浓缩在一声佛号之中并提供十方世界所有众生去下载。这个佛号不仅可以带你往生西方，还可以帮你解决你在世间碰到的疑难杂症最后这个第三点法然上人引用当年圆信大师的判断但是这一段可能有点无趣我要是照着念等一下观看率就掉到30%以下。总之法然上人在这边把南无阿弥陀佛这6个字形容成就像阿弥陀佛给你一张极乐世界 VIP 全能通行证。这张通行证厉害在哪里呢？它不只是一张门票涵盖你所有的需求而且还是一套完整的顶级服务首先是额度你可以把它想成无限功德额度从弥陀的因地修行到成佛之后的果位正德，通通已经存入你的账户了。你不用辛辛苦苦修行去赚得功德点数你念佛不但自己得救你还可以把这个功德回向给你的家人嘛。看到没有？自度和度他这1秒就完成了。再来就是这个食衣住行全包了我们每天担心这个食衣住行环境品质还有这个佛身菩萨的加持全部都包在里面。
这就像是一张极乐世界5星级全包套票，1加9加车啊，甚至啊你要去玩水上活动啊，爬山小旅行通通帮你包在旅程里面然后就是这个内证外用。简单来说啊，就是内在的修行和外在的加持全都搞定了。你内心要证得最高真理，跟你在世间遇到的疑难杂症这个佛号都有妙用的嘛。所以这个6字名号涵盖了尘沙无数的无边法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功德。你不用再东奔西跑担心这个法门没学到，那个经典没有读到但是这也刚好带出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重点。既然这个名号这么圆满包含所有的功德，接下来老 K 带大家来看的第2段问答就更发人深省。法然上人全集中第14诸弟子之问答。这段问答其实是针对我们凡夫在修行实践中最大的困惑有一天弟子们问法然上人：上人我们除了念佛之外如果我们还去修其他的功德，诵其他的经典这样子对往生会有帮助吗？因为这样不是更有保障吗？对吧？1加1等于2的概念我们都知道法然上人在上面说过名号功德无所不包这边弟子在问他我要多修一点，加一点保险不是更好吗？这有时候像你有一张美国运通卡的黑卡最高等级的那一张连直升机你一通电话都可以 call 来但是你仍旧不放心打电话再去同一间银行问问还有没有其他的卡可以办嘛想再多一张比较保险。但针对于此法然上人在这边却给出最尖锐的答案他直接点出应当舍去其他的杂行专修念佛。若心怀犹豫杂行反而会成为往生的障碍意思就是说既然你选择专修念佛善导大师当年在观经释帖书上面提出这些杂行善行你都应该要舍个弃才对你看法然上人在这边直接告诉他的弟子你们就丢掉，不要再碰了什么观佛三昧、净业三福那些都不是你们应该碰的如果你仍旧把这些心力放在杂修里面，那就会成为你往生的障碍换句话说不是1加1等于2的概念是1加1反而变成0了。这问题就是出在你怀疑这个1本身不圆满。法然上人在此点出一个重要的概念：倘若生疑心，则障碍往生。而怎么看你有没有疑心呢？就是回归到你心里有没有想要杂行杂修这个动作。因为你不完全相信佛号功德圆满所以才会想要杂修嘛。有一些人看到这边就有点纳闷不是老 K 这想要多做一点善事，多累积一点功德这是好事我又没有忘记念佛怎么能说我因为这样不信名号呢？问题的症结点恰恰就是出在这里法然上人主张这个杂行反而会变成往生的障碍。之所以会跟疑心连在一起的逻辑就是当你选择去修其他功德的时候，你这个时候的潜台词就是我对阿弥陀佛名号的力量不完全相信我不相信你在开头说的你只念10声佛号，你去西方极乐世界就可以证得无生法忍，就可以变成八地菩萨所以我要多修一点来一个双重保险才行你们想想嘛，是不是这个逻辑？但是这一份不信或者是疑心就是我们今天影片要探讨的最大陷阱。其实正好完美解释了这个问题我们都知道阿弥陀佛有48个大愿，其中跟往生有关的就是第18愿和第19愿当然也有第20愿不过我们今天先讨论18愿和19愿的差别。第18愿本愿称名弥陀说如果你相信我，专门称念南无阿弥陀佛，我就保证你往生极乐世界。这是他力本愿，佛要我们下载的专线。而这个第19愿修诸功德，弥陀的意思是如果你不相信光念佛就够想要自己努力修行，广修功德那好吧，你就将这些修好的功德回向给我，那我也欢迎你来。这个就是自力回向，需要靠自己的力量
连友们啊，你们看到了没啊？这2条路啊是完全不同的啊！你不能一边说啊，我相信阿弥陀佛的力量够强大哦，我信你这第18愿，一边又担心啊，我念的不够多，我再多做一些善事来弥补，就是第19愿。乍听之下好像是条条大路通罗马的概念，但是啊，你选择其中一条路以后啊，不是走到一半啊，你又想要回头走另外一条。当你选择修诸功德的时候啊，你就已经站在自力回向的第19愿，而同时啊，你也对本愿称名的第18愿产生了疑心啊。这个啊，就是三心二意的人啊，往生没把握真正的原因啊。为什么本愿称名一定要放下杂修？就是因为你只要一杂修，你就去不了。因为开始选择杂修的那个瞬间啊，你这条本愿称名的第18愿之路，瞬间就变成19愿修诸功德之路了。修诸功德，你就要看自己修多少功德咯，绝不是你随便修一修就可以往生的概念。因为看的都是自力啊，所以你会看很多别派来跟你说念佛要念到一心不乱啊，念佛要有功夫啊，不然叫破喉咙也没用啊。这就是因为你选择杂行杂修，你就已经不在18愿的摄受范围内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法然上人说杂行会变成障碍。杂行本身可能是善事，症结点就是这个让我们三心二意的念头，让我们无法全心全意依靠阿弥陀佛的救度很多人都喜欢楞严经嘛，那你们有没有听过一门深入后来净土有一派常常和这个常识熏修一起用其实你们看看说要专修念佛的人分几种人一种就是一听就懂、一听就信受的人，听到我们的本愿称名、凡夫入报这种理论的人就完全信受，从此以后不再去想其他的，一生佛号念佛念到底的这种人。这种朋友不用说一定往生的。第二种是他信了，但是他还是怀疑的人，却懂得在疑惑之中找答案然后渐渐在这个相续念佛之中解除了他的疑惑。这样的朋友最终也是走向往生西方之路。第三种就是不愿意放下以前的想法和方式，就是想办法要找你的破绽跟你死磕到底那种问题是这个法又不是我老 K 发明的也不是慧净上人道成法师净盆法师发明的嘛那你是要找谁死磕你们来诽谤老 K 没问题你想怎么谤就怎么谤因为我是居士生没问题但是这些人如果去谤法谤身那是你自己造罪还是别人造罪呢而且又不是无凭无据，明明就告诉你经典在那里这个论述是善导大师在哪里说的然后这种人完全不听嘛，就是要跟你死磕到底那没办法嘛，又不是我们的错来生后世大家都还会再相见，所以老 K 看到这种人也不会骂回去就是默默的劝他走而已。但是你们仔细想想无论你当下信受，还是你绕了一大圈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到最后才信甚至有人这辈子打死不信来生后世才信这不都是疑心害的吗世尊在说的难信之法不就是在说这个吗？今天我们从法然上人的开示中学到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念佛法门不是一张功德累积卡，它是一张本愿力信用卡。这第19愿像是你的功德累积卡，必须靠自己努力去修诸功德，去累积福报去积点，但是你根本不知道这个点数够不够去换一张极乐世界的机票第18愿像是阿弥陀佛给你的无限额度黑卡。这张黑卡好有分量。您好，我想预约一趟直升机去公司，可以来我家楼顶接我吗？没问题，先生，大约15分钟后到。麻烦你了，谢谢。早上好，先生，请上机，记得系好安全带。好，辛苦了。这张卡的点数来源就是当年弥陀修行时累积的兆载永劫6度万恨你不用辛苦的累积点数你只要做一件事就是称名念佛这张卡的使用方式弥陀当年就已经说明了，专称佛名南无阿弥陀佛就是唯一的密码。担心这张黑卡会被盗刷吗？怀疑它额度不够吗？还是你觉得你皮包里面还要放几张卡来辅助吗？当你起这种疑心的瞬间这张黑卡就会被暂时冻结。
因为你违背了专一信受的唯一条款啊，所以啊，请你勇敢的放下这些杂行杂修的零钱包吧，不要再怀疑这张黑卡的额度了。佛号的功德啊，已经圆满了，你唯一要做的就是彻底信受，一向专念，这是我们凡夫能够获得的最大保障。希望今天的分享有帮助到大家。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麻烦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我们下期再见。南无阿弥陀佛。大丈夫？痛い痛い。飛んでけ。うん。